我睡女教师、女学生，谁敢举报，我让他全家不好过。这话不是地痞流氓说的，而是出自一位位高权重的大学校长之口。他就是中国境内最好色的校长。他身为大学校长，却疯狂霸占女教师。仅仅88位女教师的学校里，居然有87名与其有染。不仅如此，为了方便自己行事，他光明正大在学校内修建别墅，并将别墅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被捕后，在里面搜出了大量避孕套和情趣用品。另外，每次出差时，他都会让女教师去酒店虚位以待。可以说，当时的他仅凭一己之力，便将四川音乐学院搞得乌烟瘴气。要知道，川音可是中国赫赫有名的艺术类学院，像李宇春、谭维维、何洁他们都是从这个学校里出来的。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说的这位就是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2015年7月3日，成都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一个普通的夏日上午，一辆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轿车停在了行政楼门口。几名便衣人员走进大楼，沉默地出示了证件，然后带走了一个人。直到10天后，官方才公布了他落马被查的消息。这个人就是执掌川音长达10年的党委书记柴永柏。没有挣扎，没有辩解。走出那扇门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11年有期徒刑。更也没有想到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办案人员搜查了柴永柏在川音新都校区的私人花园洋房，那是一栋藏在学校小山丘正中间的2层别墅，装修豪华，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和 KTV。在房间内还搜出了大量避孕套和情趣用品，完全是一个私人享乐王国。在他另一处位于校区外宾招待所的住所内，据知情人透露，柴永柏在2000年调来川音就占着这套房。而那栋2层小洋楼里面有大量女性内衣，不同房间归属不同情人，风格各异，泾渭分明。据一些师生所讲，柴永柏平日里经常带着女教师或者女同学进入这栋别墅。至于他们干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可是没有人敢声张此事。毕竟自己的事业及学业才是重中之重。而柴永柏在学校内一手遮天，并不是自己能够招惹得起的人物。得到这些线索，纪检委突然感觉脊背发凉。要知道，川音可是美女如云，一个副校长竟在学校内大搞权色交易，这简直就是有损教育界的形象。与此同时，审计厅这边也发现这个校长有点不对劲。在他们调查当中，发现川音存在巨大的财务漏洞，并在学校内找到了许多没有被批准的收费项目。最终，柴永柏被查明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914.44万元，美元2万元，金块30克，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而那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不懂音乐的农村医生，用15年时间把一所顶级艺术学府变成了他一个人予取予求的私人王国。要看清这个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1956年8月10日，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里，柴永柏出生了。南部县地处川北丘陵，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数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片山丘。柴永柏家里有6个孩子，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只有穷。他从小干农活，割草、喂猪、插秧，样样都干。但有一样东西在他心里扎了根，那就是对出去的渴望。他非常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路。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坊间一直流传，柴永柏历经数次高考才勉强考入川北医学院，甚至还有说法称他实际就读的是兽医专业，而非医学本科。只是后来学籍档案出现了修正，这些说法是否确凿已经难以核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张录取通知书的价值，他不会让他白白到手。进入川北医学院之后，柴永柏展现出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项才能，不是医术，而是经营人际关系。他对领导谦恭有礼，对同事热情周到，表现得勤勉又可靠。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川北医学院一路做到副院长，然后又调入四川省教育厅工作。每一步晋升靠的不是什么深厚的学术积累，而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时候看见他，记住他，提拔他。这套功夫他练得炉火纯青。2000年机会来了，柴永柏被调入四川音乐学院担任副院长，负责学校校产、基建、保卫、后勤中心等工作。一个没有任何音乐背景，甚至五音不全的医生，空降进了一所顶级艺术学府，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但柴永柏根本不在乎外界怎么看，他要的不是艺术，而是权力，而权力在任何地方都是通用货币。他上任的时机恰到好处的像是命运特意安排的。2000年前后，正值全国高校扩招大潮，川音决定在成都新都区建设全新校区，这是一个涉及数十亿资金的庞大工程。而分管基建的副院长柴永柏就站在这个金矿的正中央。从这一刻起，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生意开了张。他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期，上任没多久就摸清了规则，或者说他自己制定了新规则，想在川音揽工程，先给柴永柏上供。这个规则简单清晰，没有例外。川音爱悦酒店的装修工程是他的开张第一单，一个姓王的老板送来65万元，柴永柏收下，工程顺利到手，干净利落，心照不宣，这只是个开始。新校区的建设全面铺开之后，学生食堂、学生公寓、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每一个项目都成了他的提款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笔来自某建筑集团董事长杨某。杨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柴永柏，为了拿到学生食堂和学生公寓的承建权，从2003年一直到案发，他累计向柴永柏行贿270万元。杨某甚至曾当面许下承诺，总共给200万感谢费。柴书记什么时候想要钱，随时来取现金。这句话的潜台词再清晰不过，你只管开口，钱永远在那里等着你。柴永柏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安排自己的侄子掌管图书馆采购部，侄子在一家书店持有股份，这家书店顺理成章成了川音图书馆的定点供货商。他们大批收购廉价过时甚至破损的书籍，再以高价卖给图书馆，从中套取巨额差价。学校新老校区的多个商铺则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给他的亲戚和朋友，从中再收取好处费，每一条财路都被他打通得明明白白。他不仅被动收受贿赂，还主动出击，哪个老板送的钱没达到他的预期，他就故意拖延工程款的拨付，让对方在焦虑中主动再送一笔来。这种逼供式收贿在川音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得罪了他，工程就别想继续。就这样，在担任副院长的5年里，柴永柏已经完成了他人生中的原始积累，但他知道他要的不止于此。副院长手里的权力终究是有天花板的，真正的权力在上面。2005年，49岁的柴永柏如愿以偿，升任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成为这所学院真正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从副院长到党委书记，看似只是一步，但这一步让他的权力彻底没有了边界。从这一天起，川音进入了长达10年的柴永柏时代。上任之初，他还装出一副低调谦和的样子，对老领导、老教授们客客气气，但这种姿态维持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根基稳固，他骨子里的霸道与专横开始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学校的所有决策，无论大小，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党委会只是走个过场，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当场发火，甚至破口大骂。他那句在川音我就是党，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成了整个川音人人皆知却无人敢当面质疑的名言。权力稳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规模安插自己人。他说自己人用着才放心，于是女儿进了财务处，掌管学校的财政大权，弟弟柴永某当上了后勤处处长，负责学校后勤保障，侄子分别把持图书馆采购和学校保卫处副处长的位置，这还只是直系亲属。据不完全统计，柴永柏在10年任期内先后安排了至少9名直系亲属进入川音工作，若算上远亲和来自老家南部县的各路人马，总数超过100人。这些人里有的只有高中学历，有的甚至更低，但他们全都摇身一变，成了高等学府的管理干部。柴永柏的弟弟柴永某利用后勤处处长的职位，将学校食堂、超市、澡堂等一一承包给自己的亲戚，从中收取丰厚的承包费和回扣。一个远房表弟被安排来当门卫，拿着比普通老师还高的工资，教职工们把这里戏称为柴家大院。而柴永柏就是这个大院里说一不二的老太爷，他还热衷于用提拔干部来收买人心。他在学校里新设了多个部门和机构，制造出大量领导职位，然后把这些位置分给那些对他唯命是从的人。一位老教授曾感慨道，在柴永柏当书记的那10年，川音的干部提拔比走马灯还快。今天还是普通老师，明天就成了系主任；今天还是科员，明天可能就成了处长。
只要你会拍马屁，会讨好柴书记，就没有升不上去的官。与此同时，他开始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贴金。一个连简谱都认不全的人，在任期内创作出版了10几本著作，据说内容大多东拼西凑，空洞无物。他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还成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甚至当上了艺术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他不懂音乐，不懂艺术，但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和各级领导的合影照片，密密麻麻贴满了4面墙。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会指着那些照片，把自己的人脉和背景仔仔细细地炫耀一遍。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先后落马后，他吓得赶紧把和他们的合影全部撤了下来。但他自己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走上了同样的路。为了延迟退休，继续在权力宝座上多坐几年，他甚至不惜篡改自己的出生年份。关于柴永柏究竟生于哪一年，出现过多个不同版本，除官方记载的1956年外，还有1954年甚至1952年的说法。这种胆大妄为的操作，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机构里几乎是不可能得逞的。但在他一手掌控的川音，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每年一到艺考季，全国各地的考生带着梦想涌向川音，父母在校门外焦虑等待，他们以为这里是凭真本事说话的地方。但在柴永柏执掌川音的这些年里，这场考试早就有了另一套规则。早在担任副院长期间，他就开始对计划外招升明码标价，专业分从规定的85分降为80分起步，赞助费3万元，差1分补1000元。升任党委书记之后，玩法更大了，胃口更肥了。2008年，一个姓谢的老板找到柴永柏，希望能帮自己的女儿和朋友的女儿进入川音学习。柴永柏收下19万元的好处费，2个女孩顺利被录取，皆大欢喜。2010年，一位姓侯的家长为了让儿子进川音，通过柴永柏的一个情人辗转送去8万元好处费，儿子被录取，交易完成。就连就业安置也有价格。一个姓魏的毕业生想留校工作，家人托中间人送了10万元，大笔一挥，工作到手。整个招生和就业链条被柴永柏打造成了一台高度精密的收割机器，他本人坐在最顶端，每年等着数钱。除了校内的招生和工程，他还把手伸向了关联学校。从2006年到2014年，他为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原川音绵阳艺术学院董事长龚某在申报独立学院、缓免管理费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龚某送来的感谢费，共计220万元和美元2万元。仅仅因为帮绵阳艺术学院缓交5000万元的独立学院管理费这一件事儿，他就连续5年，每年收取30万元，共计150万元。而且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或者家里，坦然得像是在做一笔完全合法的生意。举报他的信件，从他刚进川音起就没有停过。招生黑幕、工程腐败、任人唯亲、生活作风糜烂，各种问题都曾被人写进举报信，寄往四川省纪委、省教育厅等部门。但这些信大多数如同石沉大海，偶尔有举报被转到川音内部，也都被他压了下去。更可怕的是，他还会想方设法找出举报人，然后展开报复。有一位姓张的女老师向省委巡视组举报了他任人唯亲的问题，仅3天后，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保卫处副处长3人就登门找他谈话。柴永柏随后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扬言，我知道有人在举报我，谁让我一时不好过，我会让他全家一辈子不好过。这句话把剩余的举报者吓得嗟若寒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川音就像一座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孤岛，柴永柏在这里一手遮天，没有人能制衡他，也没有人敢制衡他。但在这一切腐败行为的背后，还有一张更隐秘也更危险的网络，那就是他精心编织的情人关系网。而正是这张网，最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校园深处那栋2层小洋楼藏在一处山丘的正中间，外面看起来低调，里面却别有洞天。这是柴永柏给自己修建的私人领地，也是他15年来最隐秘的享乐场所。经常会有女教师进入那栋楼，有时候甚至同时有好几个人在里面。这在川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没有人敢说出口。他的情人网络中最核心的是3个女人，她们在案发后被称为特定关系人：秦某、张雪娇、古维霞。这3个女人不仅是柴永柏的情人，更是他收钱链条上不可缺少的3个环节。
他们私下把帮柴永柏收受学生家长钱财的行为称为割麦子。每年艺考季就是他们的丰收季。张雪娇的故事最令人唏嘘，也最令人不寒而栗。她在22岁时还是川音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她想留校任教，但心里没有底，于是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决定，直接走进了党委书记柴永柏的办公室，表明来意之后，柴永柏没有立即回应，只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让他回去等消息。这个结果已经让张雪娇大感意外，至少说明门还没有关死。没过几天，他的手机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接通之后，他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是柴永柏。电话里他没有说太多，只给了他一个地址，叫他过去。他去了。就在那次见面的末尾，柴永柏说出了一句话：没钱的话，可以用身体换一个前程，不会亏的。然后他没打招呼，转身就走，留下张雪娇一个人站在原地。这句话砸下来的重量，恐怕张雪娇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在内心挣扎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主动回了电话。他赴约去了川音下属的爱悦酒店。22岁的他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51岁的柴永柏。这家酒店后来被外界戏称为成都的小红楼。从那一天起，张雪娇踏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路。她用整整7年的时间换来了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的职位，成了柴永柏最重要的前台收款员之一。29岁做到副处长，在外人眼里或许是前途无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职位是用什么换来的。古维霞的角色稍有不同，他是川音手风琴电子键盘系的主要领导，和柴永柏建立关系后，他充当的是另一种角色，专门为有求于柴永柏的人牵线搭桥，帮他们走门路，然后事后收钱转交。2010年前后，侯某和魏某分别因就业和留校问题求到古维霞面前，他出面向柴永柏说情，两件事都顺利办成。事后侯某和魏某的感谢费合计18万元交到了古维霞手里。古维霞把这18万元转交给柴永柏时，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那个钱你自己留着用吧。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大方，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的绑定，拿了他送出的钱就再也别想抽身了。秦某是3人中最早与柴永柏建立关系的，是他第一位固定情人，他负责打理的是校内商铺的利益输送，他帮亲戚王某以极低的价格取得川音新老校区商铺的承租权，王某每个月将超市经营所得的部分利润分给秦某，秦某再与柴永柏分账。这条线路稳定低调，长期运转，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3个女人，3条财路，分工明确，互不干扰，共同支撑起柴永柏这座王国的运转。他们既是他权力的受益者，也是他欲望的工具，更是他风险的共同承担者。只要一天不出事，这套系统就能继续运转下去。然而，任何系统都有崩溃的那一天。2015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柴永柏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办案人员进入校园，带走了这个在川音呼风唤雨了整整15年的男人。搜查随之展开，那栋小洋楼被打开，那些藏在不同房间里的不同风格的女性衣物被一一清点记录在案。所有他以为可以永远藏匿的东西，在这一刻全部暴露在阳光下。站在法庭上，这个曾经扬言我就是党的男人，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顶多算违纪，不够上升到司法层面。这种认知与其说是狡辩，不如说是一种更深层的悲剧。他在权力的保护罩里待了太久，已经真的忘记了这个保护罩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法律的东西存在。最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柴永柏利用担任川音副院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工程承包、款项拨付、人事任用、学生入学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914.44万元，美元2万元，金块30克，其中向他人主动索要的部分高达211.44万元，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案发之后，金堂县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显示，对柴永柏案执行到位的罚金和违法所得共计524万元。此后核查发现，他名下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那些年敛来的财富究竟流向了哪里，至今成谜。他就这样结束了属于自己的15年。而那所他亲手污染的学校，在删除了他所有痕迹之后，仍然要继续向前走。李宇春们走出了这里，却不知道在他们走出去的那些年里，这座校园的深处正在发生怎样肮脏的事情。那么究竟是谁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捅破了这张网，
三个情人之间又上演了怎样的倾轧与出卖？这些答案以后再讲吧。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